西安的小雁塔为什么千年屹立不倒呢？13朝古都，西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之前，而拥有1300年历史的小雁塔，对西安这座古城来说，其实历史不算悠久，不管是名气还是规模，小雁塔都无法与大雁塔相比。从建成至今，小雁塔经历了各种变故，最出名的有三离三合。可是看似弱不禁风的小雁塔，却始终屹立不倒，如今已成为代表性的唐代建筑。小雁塔原本不叫做小雁塔，而叫做建福寺塔或建福寺塔，因为这座塔位于当年唐朝的建福寺之中。义净法师西行求法回国前后，小雁塔在佛寺的扩建时而建正，成为义净法师的译经场所。唐朝中后期开始，建福寺屡屡遭到破坏，最终几乎完全毁掉了。然而，这小雁塔却几乎完整地被保存了下来，堪称是个奇迹呀！因此，此处也成了长安百姓的祈福圣地。如果说人为的破坏有意地避开了小雁塔，可在历史上，关中地区时常地震，小雁塔也是经历了很多次大难，却还是保存了下来。关于这小雁塔三离三合的传说，就是历史上小雁塔多次因为地震而开裂，而之后又逐渐的闭合，完全没有受到地震的影响。小雁塔的三离三合2次发生在明朝，1次发生在清朝。明成化23年，陕西6级地震，小雁塔裂出了一条1尺宽的大裂缝。可是在30多年后，正德年间的一场地震当中，这条裂缝居然自己合拢了。对于三离三合的传说，现代研究之后发现，小雁塔是用青砖与黄泥建造的，裂开之后大量木构掉落，根本不可能自然回到原位。所谓的愈合呢，可能只是杂草丛生掩盖了裂痕。由于年代久远，现存中原唐代建筑已经非常稀少，除了大小雁塔，其他几处都在山西。唐代佛塔建筑工艺已经非常成熟，所以建筑物来说相对比较坚固。小雁塔自建成之后，也并非完全没人管理，至少在宋朝时期，就有大量关于小雁塔的维修记录，而明清时期，也对小雁塔进行了多番修整。所以这三离三合可能只是一个传说，也是要靠人为的修整，小雁塔才能保存至今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小雁塔是个特别的地方，王朝的更迭与诸多战火，最终都没有太多波及小雁塔，所以人们都比较敬畏这里，这才造就了小雁塔的幸存。正是因为这些综合因素，才造就了小雁塔历经千年而屹立不倒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